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三国志幻想大陆2：鸟之歌》的手册视频。首先要先感谢青雨大大，因为账号是向他借来的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 YT。实际上，三幻二在之前就曾经以代号英雄的名义做出了2次测试，所以实际上这次已经是第3次测试了。3测中已经加入了付费和内测返利等内容。一般在这样做后，如果本次测试没有太多负面的评价，下次就会直接公测上线了。三幻二是个野心很大的产品，因为第1部就已经是三国卡牌的巅峰。想要在这个成绩再往上爬，就一定要在玩家群体上做出扩充。如今二游的赛道已经很拥挤，加上三国本身的故事已经固定，其实也不适合拿来做二游。于是三幻二就很大胆地走了一个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方向，就是以游加卡牌的手游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女性向游戏的那个以游。三幻是少数能拥有女性玩家的三国类游戏，加上之前灵犀自家的三国类以游如渊曾经受过好评，于是最终就有了这个卡牌加以游的定案出现。由于三幻二想扩充的群体是以游，所以策划也给了美术相当大的自由去创作。因此，你可以在三幻2里看到非常多以游风格的人设。三幻二的美术风格大体可以分为2种，第一种就是保留了原来的三幻风。这类型的美术通常问题不大，很漂亮，大部分的三幻玩家也都很喜欢，毕竟它是有把三幻的精髓给保留下来的。而另一种以游风格的画风，争议性就比较大了，有些画风是真的让人难以接受。当中男性武将中，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周瑜了，仔细一看，这完全就是少女漫画中的脸孔啊。在女性武将中，争议性最大的是貂蝉，这个我自己也不能接受，真心希望可以重画。三幻二除了有大家熟悉的魏国、吴国、蜀国、合群雄外，还特别再分出了姬和谋这2种阵营的选择。谋指的是谋士，这里的画风就几乎都是为女性服务的以游风格了。姬指的就是女性武将，这个部分服务的自然就是男性玩家了。不过仔细一看里面的画风，却还是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以游风格的设计，比如甄姬和蔡文姬就是。总之，只要策划不限制，画面就会变成美术自己喜欢的以游风格。美术的部分就先说到这里，不知道对比三幻1和2的美术，大家会更喜欢哪一种风格呢？我身边朋友的答案几乎都是毫无例外的更加喜欢三幻1的风格。至于女性玩家们，你们又会不会更喜欢三幻2以游风的男性武将呢？都请大家留言告诉我，你更喜欢哪一种风格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三幻2剧情的部分，这是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地方。三幻2不再有凭空冒出来的主角，而是会以三国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写故事。本次测试开放的是曹操传，这次三幻终于可以专心的写故事了，再也不需要像以往的卡牌游戏一样，要为了添加战斗而写，这样是远远不可能写出一部好的故事来的。在三幻2这里是以剧情为主，战斗反而才是为剧情服务的那个。在三幻2的主线里，战斗是为剧情服务的，这也是它比较有趣的地方。里面的通关要求和战斗方式真的是五花八门，各种千奇百怪的都有。最经典的就是曹操要面对自己心魔的那一战，这些百变趣味的战斗方式也会让枯燥的主线变得很不一样，这些就只能等大家自己尝试后才能明白了。当然，这样的战斗方式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。有些人会觉得玩法多变有趣，但也会有些人会觉得不能用战力碾压过去，就是很麻烦。三幻2其实会更适合喜欢 PVE 的玩家，而不是喜欢 PVP 的玩家，这点也和以往会有些不同。剧情是二游也是以游的核心，所以三幻2自然也会很重视这一块。比起前2册的剧情，3册的剧情是真的进步很多，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。这是一个从少年曹操和少年袁绍这一对好基友所开始讲起的故事，是女生会喜欢的剧情风格。
可以想象的，当剧情进入官渡之战，两位好兄弟要进行决战时，故事也会来到最高点。曹操传的前半段之所以能写得好，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在历史里并没有太详细的记载，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束缚，随你爱怎么写都行。反而是到了后面，曹操误杀吕伯义一家的事件时，会给人一种铺陈不够、前后不搭、转变得很生硬的感觉。这也不禁会令人怀疑，在往后大部分剧情大纲都是已经固定的状况下，文案组究竟还有没有能力去把故事写好？三幻的主线剧情是全程都有配音的，如果大家对剧情感兴趣的，稍后也许可以放一点出来给大家看看。在三幻2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模式，幻境，是个可以改变正史、走出多结局的幻想故事，虽然没有配音，但里面的人物全程都会变成 Q 版的，看起来也是很有趣。最后来说一下三幻的战斗系统，也是整个大翻新。武将的基础属性会从大家熟悉的3维变成4维，加入了速度这个新属性。战斗的出手顺序也不再是看双方的战力，谁高就谁先按顺序出手，而是改成了看个别武将的速度来决定行动顺序。在战斗中的站位也会变成9宫格，而不是大家熟悉的前后排。光从这里就可以知道，三幻2的战斗玩法已经和以前完全不同。三幻2也不再是个只能全自动而无法操控的卡牌游戏。三幻2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战斗是可操控的。三幻2有通用技、普攻和技能3种攻击手段。通用技是对我方武将使用的，普攻只能攻击敌方最前排，技能则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的对象。在战斗中，所有武将都会共用一条战役槽，想释放技能就需要有足够的战役点才行。战役可以透过普攻来少量获得，也可以透过释放通用技来大量获取。通用技有冷却时间，而技能只要有足够的战役就可以随意释放。因此，决定让哪一位武将去普攻、去使用通用技能，还是去释放技能，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。所以这也很考验你对敌方阵容的了解，这样你才会知道要先攻击哪里，先把哪个核心武将先打掉，会对战斗更有利。如果你不小心走错了，每场战斗还可以免费毁其3次。是的，三幻2已经从以往的全自动战斗，变成了现在的可操控的回合制战斗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想手动战斗，也可以使用自动战斗来代劳。三幻2的自动战斗是可以进行比较深度的设定的，你可以只用最普通的设定，按顺序来释放技能就好。也可以详细的对每一招都做出精准的设定，判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释放什么样的技能。乙游的游戏节奏其实和2游差不多，两者都属于节奏慢，而且对游戏强度要求不高的类型。这次3册的游戏节奏也是比照2游乙游的慢节奏来做的，但对于一个卡牌游戏来说，3册的节奏实在太慢了。卡牌游戏在前期几乎是每升几个等级就会有新的东西跑出来，每天都会有新的模式可以体验、研究和升战力。这次3册玩了10天，就连1册一半的模式都还没有看到。你能想象一个卡牌游戏玩了10天，却只有家园、竞技场、资源副本、爬塔和一堆相似度很高的 PVE 副本吗？你见过一个卡牌游戏开了10天，但商城里却只有2种商店吗？这次3册能玩的东西比1册还要少。策划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可以慢慢玩游戏，但这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卡牌游戏的方向，也让游戏失去了卡牌游戏的乐趣。在3册的主界面中，你是看不到自己的战力的，这也是策划有意要弱化战力和 PVP 的占比而为之，但这也严重的偏离了卡牌游戏的核心。卡牌在失去了 PVP 后，又还有多少乐趣呢？又会有多少人会愿意为了一堆的 PVE 模式去氪金呢？作为一个卡牌游戏，就应该先把卡牌游戏的部分先做好，保住基本盘，然后再去做扩展，才是一条比较明智的道路。3册的三幻已经不是一个卡牌游戏，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。
因为你极可能失去卡牌玩家的基本盘，又同时吸引不到2游或乙游的玩家进来，到时只会变成一个3不像的游戏。按3测现在的表现，势必要再进行一次测试，否则你就只能赌你的游戏能吸引到大量的乙游或2游玩家来撑场。如果你属于喜欢看剧情、轻松玩游戏的悠闲玩家，那么3换2是很适合你玩的。如果你是重度的卡牌玩家，那3换2就不是那么对你的胃口了。3测的福利非常差，这个不改，玩的人就会更少了。你能想象一个玩了10天的卡牌游戏，里面的人物星数却只有这样吗？橙浆最高只有2星，就连紫浆和蓝浆最高都只有3星。3换2的常驻卡池是按阵营来抽的，另一个心愿池则是用不一样的卷来抽。神将的保底都是50抽，抽中神将后，出现选择阵营武将的概率是50%，若是心愿池，则出现心愿的概率是70%。3换2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采用了蓝紫将和橙浆一样难获得的那一套，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模式。蓝紫浆虽然比较容易抽到，但重复武将可获得的碎片也会比较少。重复橙将可获得60碎片，重复紫浆只有20片，蓝的更是只有10片。不仅如此，蓝浆生星的数量也比紫色高，紫色生星的数量又比橙色高。既然所有品质的生星难度都是一样的，那又要蓝紫浆来何用？最惨的还是武将碎片，只能靠1日特训来获得，而且只有橙浆可以。碎片每个月只能获取12次，也就是1个月一个免费橙浆的概念。这个福利是真的比第1代少了很多，而且碎片还不是免费就可以获得的，需要消耗养魂灵才行。3换2第1测野心很大，就连故事都是用 3D 来叙事的。但后来的测试数据告诉了他们这个投入太大，行不通。于是在2测中就把叙事改回了 2D。2测留了角色释放技能的 3D 动画，但这个在3测时也没有了。可见制作组自己对3换2都没什么信心，所以预算只能一砍再砍。一个大招的动画成本自然大不到哪里去，策划真正考虑的其实是之后制作皮肤的成本。如果都要加上 3D 动画，这个成本就很大了。盲目的投入 3D 并没有什么好处，只是徒增成本，还不如回归 2D， 把投入 3D 的资金转化为福利去发放给玩家更好。在3换的3测中，其实1测的表现才是最好的。虽然这时它还没有投入剧情和美术成本，但游戏的玩法和节奏都比较接近卡牌游戏。2测的表现是最差的，它加强了家园的活动，删掉了军团，改成了4人1组去玩游戏。这种过家家的游戏我可没有兴趣，所以只玩半小时就删掉了。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画面中有一个很突兀的企鹅。这只来路不明的企鹅究竟有什么意义？在三国时代里会有企鹅吗？仔细一看3换的游戏 logo 鸟之歌，上面那撮鸟毛不就是那只企鹅身上的？原来3换2真正的主角是这只鸟，所谓的鸟熊才不是指曹操、刘备、孙权那些，真正的三国霸主就是这只企鹅。3换2不是没有主角的游戏，这只企鹅就是主角，这只企鹅就是你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